欢迎来到热点新闻频道，请订阅并关注以获取最新资讯。入青云双影交映海报发布，侯明昊、卢玉晓新剧引关注。入青云双影交映海报一出，古装剧圈瞬间沸腾。侯明昊与卢玉晓携手主演的新剧，还未上线就已掀起强烈的期待浪潮。官方发布的海报气韵非凡，双人背影对立而立，青云之上，红尘之下，一冷一暖，一刚一柔，构成极具张力的视觉对照。配文更是耐人寻味：青云之上各自为战，红尘之中情愫弥漫。当伪装成为本能，你是否能够认清自己的真心？寥寥数语便将剧集的矛盾核心与人物关系点燃。这部由优酷独播的古装仙侠大剧《入青云》将于10月8日正式开播，由知竹、彭学军联合执导，侯明昊与卢玉晓领衔主演。改编自白鹿成双的同名小说原著，在网络上拥有极高人气。故事兼具玄幻色彩与人性深描，是近年来少见的仙侠权谋加双面爱情题材。入青云的故事背景设定极具新意。青云界共分6城，每一座城都有斗者镇守。6城之间每年都会举行青云斗，以武力和谋略决出上3城与下3城。胜者可得天下资源，败者则需共出粮草绸缎，甚至人丁牲畜。正因如此，每一场比斗不仅关乎荣誉，更关乎生死与民生。侯明昊饰演的纪伯载，正是木星城最具实力的斗者。他年轻俊朗，天赋异禀，被誉为青云第一剑。然而，这位表面风流倜傥的青年，却深藏不露。他并非只为荣耀而战，而是背负着揭开6境阴谋的秘密使命。纪伯载身上有着仙侠剧少有的人性两面性，他是英雄，也是棋子。他信仰正义，却不得不在黑暗中行走。这种复杂的角色极考验演员的层次感。卢玉晓饰演的女主明义，是内院中最出色的舞姬。她姿态轻盈，容貌倾国，举手投足皆是风情。然而，这样一位柔弱女子，其实是女战神的伪装身份。明义的真实任务是潜入木星城内部，调查一场牵连6境的灭门惨案。当他第一次出现在纪伯载的视线中，是在一场觥筹交错的宴会上。那一夜，红纱低垂，丝竹声声。纪伯载看着他的舞姿，生出一瞬怜惜与占有，而明义在微笑中掩去心底的警觉。那场看似风月无边的邂逅，其实是2位伪装者的首次过招。命案突发，纪伯载离席查探，明义却趁机潜入书房，暗中搜证。他知晓纪伯载可能就是自己追查多年的目标，而他也早已看出他的身份不单纯。自此，2人展开一场识破与被识破的心理博弈。这段斗者与舞姬的双向伪装爱情，成为入青云最令人期待的看点。刀尖藏心，红杖生情，爱与谋一线之间。侯明昊在以往的作品中，多以阳光俊逸的少年形象示人，而在入青云中，他首次尝试带有灰度与裂痕的斗者角色。从少年义气到心机深沉，他将如何演绎一个被命运裹挟，仍坚守底线的战士，成为观众最期待的部分。卢玉晓自玉骨遥长月烬明后人气急升，她的古装气质清冷又不失灵动。此次化身女战神为舞姬，一人两面，在温柔与果决之间自由切换。她的气场与侯明昊的锋锐恰好形成互补，2人站在一起，既是棋逢对手，也是天作之合。从路透照看，2人的造型极具辨识度。侯明昊一袭深蓝玄衣，腰配流光之剑，神情沉敛；卢玉晓红衣似火，鬓间银饰轻摇，眼神中藏着不屈的光。这种冷月对赤焰的视觉反差，让 CP 感更添几分宿命气息。入青云最大的亮点之一，就是制作层面的用心。
导演组在场景搭建上投入巨大，经专家团队设计的6层浮空岛盖面景观，将仙侠的想象力推向新高度。服化道方面，剧组邀请曾为沉香如屑莲花楼设计造型的团队加盟，色彩体系以青、绛、银为主，辅以流云纹与折光材质，使人物在光影变化中更具立体感。特效团队则运用了虚拟摄影与实景结合技术，打造出青云对决中震撼的能量场效果。不少业内人士评价《入青云》是2025年仙侠剧质感回归之作，既有东方美学的细腻，又有现代视效的冲击。虽然是仙侠题材，但《入青云》真正打动人的是人心的探问。纪伯载与明义，一个在光明中伪装成黑暗，一个在黑暗里守护光明。两人都戴着面具行走，却在一次次的试探中看见了彼此最真实的伤口。当真相揭开，明义发现纪伯载并非敌人，而是他师门覆灭的唯一幸存者。而纪伯载也意识到，他正是他苦寻多年，以为早已殒命的青云舞姬。爱与恨，救赎与背叛，在血液中交织成命运的回环。这份你是我敌，也是我救赎的情感张力，是白鹿成双作品最擅长的笔触，也让剧版《入青云》具备更深的情绪厚度。如今的仙侠剧市场趋于疲软，同质化严重，观众对剧情与演技的要求也越来越高。《入青云》的可贵之处在于，它没有依赖神仙爱情套路，而是用伪装与信任讲述成长与抉择。在浮云乱世之下，每个人都戴着面具前行。纪伯载的孤独，明义的倔强，六镜的权力博弈，都映照出当代年轻人心中那份既想守护真我，又怕被看穿的矛盾。这或许正是《入青云》想表达的主题。青云之上是战，红尘之中是情，伪装可以保护你，也可能让你迷失自己。从海报到剧情，从演员到制作，《入青云》都展现出超出预期的完成度。侯明昊的少年锋芒，卢玉晓的柔光锋刃，再加上白鹿成双笔下那种温柔而残酷的宿命感，让这部剧自带爆款气质。10月8日，优酷全网独播《青云之上》，刀光剑影，红尘之中，情愫暗生。当伪装成为生存的方式，当真心与使命相遇，他们会选择信任，还是继续撒谎？答案就在《入青云》。